所有的球迷朋友晚安，欢迎收看气牌20年。在今天屏东新店体育馆2月15号情人节后的一天，我们今天的第3场赛事男子组台北康体面对彰化三大有限。在一连2周啊，都在屏东新店体育馆，也是台电的主场周。那么稍早呢，屏东台电击败了桃园台湾产险啊，所以目前台电的胜场数上升到13胜4败，胜率呢目前是76%。那彰化三大有限呢，目前跟台北康体呢，目前呢胜率分别是20%跟12%。不过两队今年在多次交手啊，打得也算是难分难解，非常的焦灼。在今年的总得分呢，刘玉玲前场比赛呢，虽然说表现发挥啊，并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不过目前总得分还是上升到360分。温英凯呢，目前是355分。另外我们看到，包含施郎、陈恩德跟李源呢，特别是施郎还有机会来争夺今年的得分王。好，请到的球评呢是梦话，我是王柏林。梦话你好，晚安。大家好，晚安。好，我们要看到今天的这个第3场赛事啊。不过我们说到这个台电在传统的南台湾，不论是在屏东啊，或是高雄凤山啊，这个主场周其实都可以吸引蛮多的观众，而且都有蛮多的话题。是。那今天呢，在第1场呢，虽然说这个女子组的台电输了，不过男子组的台电呢，至少有留下1胜。没错。比赛裁判人员，第1裁判刘胜豪先生，来自屏东县。第2裁判刘义元先生，来自嘉义市。好，这要比赛的2位裁判，第1裁判刘胜豪，第2裁判刘义元。林义豪先生，林义嘉先生，不好意思，来自高雄市。第2司线员邱廷义先生，来自屏东县。好，那包含2位司线员林义嘉跟邱廷义，那包含也是由我们在地的排球的人士来服务。接着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黄之南先生，来自屏东县。裁判技术委员许贝莹先生，来自嘉义县。好，场边的委员呢，审判委员黄之南老师以及技术审判委员许贝妍老师。为您介绍双方球队先发阵容与队职员。台北康体队的先发阵容为1号李冠伟，4号李源，6号廖鸿生，7号林胜恩，18号雷诺，20号林阳成，自由球员11号陈佑成，执行教练林贤成先生，教练张生伦先生，教练黄丰盛先生。再来是彰化三大有限队，先发阵容为3号陈玉玲，5号陈恩德，7号陈介平，18号张廷汉，30号赖建豪，33号庄子玲，自由球员12号许靖凯，教练林志勇先生，教练黄建伦先生。好，来看一下在这场比赛双方的先发名单。首先我们看到是台北康体，在前排呢摆出的是林胜恩搭配廖鸿生以及雷诺，那在后排则是有李源，还有20号的林阳成以及李冠伟。彰化三大有限呢，则是搭配出陈恩德、赖建豪、庄子玲、张廷汉，另外陈玉玲，还有7号的陈介体。
两队今年只要交手啊，似乎就是保证上演5局大战。是。那今年呢，当然6支的男子组球队哈，那一队呢，就每一支球队会打4个回合，好，所以加起来总共一队打20场。那先前呢，这个三大有线跟康体呢，这个曾经有过3度交手，3次其实赢球的都是三大有线，不过有2次是打满了5局，所以事实上康体距离击败三大有线其实并不远。整个在给2号位这边的进攻哦，球速是非常快的哦。往后给哦，是。雷诺发球，发球挂网。在开赛，我相信球员其实，在对于每一周这样子的交换场地的比赛当中哦，其实一开始都要先摸一下手感，跟这个球场先认识一下哦。对。好，两队是今年最后一次交手了。我们刚刚讲前面3次交手呢，三大有线其实都拿下胜利啊。不过在第1次跟第2次交手，两边其实都打满了5局，所以事实上康体在前面2次都蛮可惜的，在最后几个关键分上没有掌握。是。还有哦，哇，稍微有点可惜哦。对，似乎在前排的球员有点顿呆了，大家有点突然间停住了。对，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哦，其实在后排的选手啊，稍微多出一点声音哦，因为你在后排其实可以看到前面的状况，但是你从前面要往后退，其实看不到后面的状况的。切动，好球哦，是。哇，在今天其实我们看一开始在这个组合的攻击上面搭配的其实还算是蛮顺畅的。对，康体这边在攻击上面目前的发挥能够稳定的话，这个比赛往下其实是蛮有看头的哦。对，尤其像刚刚的搭配，其实充分的利用到了介廷这边拦网比较矮小的部分，切进来让李元攻击哦。丁汉打了一个 touch out， 还有，哎呀，哇，这第一时间有点放掉了。对，其实如果在攻击完这颗，有可能会是 touch out 哦。贴网过。哦，今天事实上我们看到康体哦，李元的这个点哦，从4号这边的攻击率、成功率、命中率还不错。对，因为其实李元本来就是在整个台北康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心的攻击手哦。可惜得到292分呢。发的比较长了。一出手就知道会出界。是。而康体今年打下来，这个整季来讲，虽然说是只有2胜14败，但是碰到比较大问题，感觉是他们在进攻上面偶有佳作，但是没有办法延续跟连续的上分。对，整个稳定度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的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啊。对，就是讲前1、2球会有好球出现，没错，但可能没有办法延续。对，下一球好像就像刚才发球失误，或者是用比较这个比较防守的方式，给对方直接快速的拿到分数。
哇，好球！哇，这球被抓到了。对，一支单扣。雷诺的拦网。这两队跟其他包含像台电啦，我们刚刚前面看到像台产啦，或者是像联庄，相对比较起来身材是比较少一点点。嗯，是。所以防守的稳定度就会更重要了。是。后白恩德。啊，救起来还有。前排的雷诺。再尝试。啊，修正回来。哇，双方在这个 play 纠缠了很久。是。最后还是一样老位置啊，在4号位扣进了分数，但这次选择的是直线。给了一个对角。虽然说3个人在前排拦网，但抓到一个缝隙。对，确实。加压。没错，因为直线其实大街这边的拦网哦，身材没有那么好的话，我觉得从这边的攻击突破会比较成功率会比较高哦。哇，几个防守其实都有抓到哦。嗯。哇，康提在一开始连续从4比6落后，现在反而是连拿了4分。哇，2个拦网得到分数，2个靠自己攻击拿到分数，攻守现在是蛮均衡的。哇，这救得漂亮。修正球后排。哇！倒是今天在往前，康提是有备而来哦。对，整个把恩德的路线哦都看得准哦。是，上山路现在是完全的封锁。是。哦，但是这个救的也是很漂亮哦。对。哇，三大有限要他请求暂停。这样没事。好，对于像台北康体这样年轻的球队，我们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分数哦，篮网事实上是他们最近分数紧张主要的来源。嗯，我这蛮不容易的。对，其实篮网好就代表，你把大部分的空间都已经先拦住，那后排防守一定也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好守，压力比较小。是。那代表你在预测对方球的路线上面也是判断的很准确。对，所以就使得像是彰化三大有限这边攻击来的比较单调哦。总要止血，暂停回来过后拿到分数。子林的一个攻击 touch out 得分。康体在前一波是连拿了5分，终止了这一段康体的5比0的攻势哦。陈介廷的发球，有点靠网，双方往前有点混乱，重新组织，打快攻，还是被拦了回来。第二波再封，打得比较迂回哦，改变了一下节奏。是，有时候硬打还会容易失误哦。那如果这样改变节奏的打法，确实一定会扰乱对方的节奏哦。因为前面攻了3、4波，其实看起来康体是算的都蛮准的。是。打在网带上，修正。我今天感觉好像三大有限在往前似乎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哦。主要我猜想了，因为其实雷诺是左手的，他来打大炮的这个位置哦，其实比较不好抓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大炮都是右撇子比较多，那左手在拦网的部分可能要稍微再去思考一下。触网哦，对。今天如果比较往前的成功率的话，康体在今天4号位这个的发挥哦，是他们分数主要的来源。当相反的，不论是在往前或在后排，三大有限在现在上分上是比较困难。
较客气了，打得比较长啊。对，这一颗的搭配其实是有奏效的哦，前排是没有拦网的状况哦。攻击的效果跟成功率，第一节其实康体都算是做得蛮到位的哈。对，chance 有进来，分数都可以稳稳的进账。对。哇，发球出界，对，没有掌握到球哦。洪生的发球，改变了一下路线。对，其实我觉得在三大有线这边哦，其实他们有个很强的一个攻势，像是在界停哦，我觉得他的举球在搭配上，他很敢用快攻。那我觉得这部分他可以再多做一点尝试吧，因为在我的印象来讲，他不管是在球开网或者是进网状况，他都很敢使用快攻哦。对。那如果你先把快攻的攻击的模式先养成的话，对方就一定会首要先跟快攻，再来搭配两边长球，对方的拦网就会比较不好拦哦。这个确实是两边最大的差距哈。是。康迪在这场比赛几乎没有快攻拿到了分数，而且在过去两边的3次交手，常常三大有线在分数焦灼的时候啊，这个利用快攻就突破了僵局。林胜恩发球，还是一样哈，对，就很敢举快攻啊。虽然球没有到，但是如果他敢给的话，男生也有男生的攻击，他们也可以制空的比较久的话，我觉得这个搭配都一定是可以奏效的。因为有时候这种快攻其实硬塞哈。哇，整个攻势在李源这边哦，我是觉得说，因为其实我这个角度看得到李源的攻击路线，那我会觉得自由球员的站位，我觉得可以再面向李源一点啊，对，要去敢塞他的最大力的那个面积来去做守备哦。因为他目前得分的模式其实是还这个也不是说蛮好预测，但是他的得分的模式在第一局是很明显的，对，就是这个路线，因为刚好面向我们转播台，对，他这个球已经打3、4颗了，对对对，因为落地之后就朝我们弹过来，对，所以我们印象很深刻。尤其是他是真的打得比较正面一些啦，对啊，那这边自由球员的站位，我觉得他可以再稍微做调整一下。李渊发球，哇，长了一点。他总是想要在这个得分之后啊，尝试这种比较有力道的 power serve。对，我好像2次我记得是都出界。没错，目前第2次的失误。好，换边发球，彰化三大有线陈玉玲，15比15，第一局的中段，双方要纠缠，打在网带上过。修正后排，李渊打的这个就比较勉强了哦。对。秦梦花，就你观察，在一开始康体连续上分，当时9比6领先，三大喊完暂停之后有什么调整？我觉得或许
或许是在拦网吧，就像其实刚刚我们有看到是，在康体这边都是李元这边的得分点比较多。那我觉得他们拦网可能稍微有在李元这边有稍微下一点注意啊，多注意到他们一点的话，可能这个分数才可以马上要回来吧。对，暂停回来之后，拦网的失分就开始比较减少。对，选择了比较不一样的攻击路线哈。是。哦，不过今天康体的攻击打得蛮灵活的哦。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目标我觉得都是朝着界廷来的，对，针对性很强哦。对对对，毕竟要来，因为本来就是要找对方的最好的路线去攻击得分嘛。对对。我看雷诺得到分数，哦，吊球第一个没有成功 ，touch out。庄子玲在第一个吊球其实被对方预测到了。第二次再攻啊，对，强打了一个 touch out， 没错，很明显的是要扫一个直线的 touch out。分数大概一直在拉锯1-2分徘徊，17比17。罚球挂网，想加压，但这球打得太平了。到了第一局的后半段啊，现在变成分数上就要比较小心了。不能够轻易的失分了。是。哇，后面没有人卡吧？不然其实像这样子的攻击哦，都是有效的攻击哦，因为你是制造了第2波、第3波，但是就是自己没有去卡吧，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做组织攻击搭配，我觉得蛮可惜的哦。应该会挑战，是看是界内还是界外，因为第一拍在裁判这边哦是判定了一个界内哦，那现审这边其实也比界内哦，所以现在就来看台北康体这边的挑战是否会成功，界内界外。前一场比赛的挑战次数其实不多、3局打完，我印象中好像才3、4个挑战。对，而且那个挑战其实都是感觉像是策略性的。对，还有可能哦。哦，是界内球，对。男生球速版就比较快哦，对，比较难去判断是 save 还是 outside。哦，庄子玲在第一局拿下6分了。18比19，哦，这次被预测到，不过球还有。哇！好像刚才这个球打过来，已经有一边在庆祝了。三大有线步步紧逼啊！康体这个时候在第一局的后半段请求暂停，双方19比19。事实上很有意思啊，双方在前2次交手，三大有线呢，这都是在5局大战当中击败了康体，但是在这个五局输球的情况之下，康体都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哦。今天雷诺跟李元的组合啊，攻击上面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反倒是三大有线这边，恩德目前好像还没有发挥的很多、哦，主要都是子玲啊这边在得分哦。球也没有到他那边了。是。在康体这边的搭配哦，选择了一个 C2 哦。我觉得最好的情况，或许可以先选择往外拉开，先打一个 touch out 吧，因为你往内其实拦网者就在里面等你了。对，没有这个
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哦。哇，一样还是打快。对。 哇，这球给的漂亮哦！对，恩德的出手的点也很棒哦，是在找到了一个球的最高点来出手哦。对。郭博义上换下李冠伟，庄子明发球，哇，没有配好。 又是一个 touchdown， 反倒是今天恩德在4号位的攻击，蛮嗨的，对，得分蛮多的哦，不然他其实他的主要的攻击位都是在2号位，不然就是后排的老三这边哦。哇，那好不容易康提终止了3大咬线这段期间的上分哦。3大从落后开始打到领先呢，从18分累积到22分，又是一波5比0的分数进账。哇，所以如果说康提这边拦网的效率可以提高的话，哇，那这个比赛其实还很有得打。对，其实男排，我觉得男子排球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他们的拦网的成功率，因为其实没有拦网，真的就很像是在打自由攻击，也不好守备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只要拦网好，防守应该就是可以去配合拦网的站位，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哦。 王华刚才一说，如果他南网这边的拦网的成功率或没有威胁性的话，基本上就好像这个把嘉义的房门打开，说我要欢迎光临，对，差不多的意思。是。哇，完全还有，哎呦，稍微可惜一点。这球已经到界外去了，没有机会救了。对。 郑胜瑞上来发球，2比23，关键的1分呢。哇，这边来出现了这第一局的局末点。最后还是选择打直线哦。对，这是恩德的吃饭的地方。他整个在2号位的攻击掌握度，我相信是他自己最有自信的一个位置哦。哇，这球怎么会这样？哇，这球以为这个分数要送过来了。对，真的像我觉得认真的觉得有时候是可以。 容忍的失误，但是我觉得这种失误是真的不能有的哦，不能出现的哦。这就不过来说啊，已经第一局要结束，要分出高下了。对，啊，就给了康提第2次机会，真的有可能会因为这颗球没有办法拿下这组胜利哦。不过还好顺利哦。修正过来，陈恩德在第1局的攻势非常的凌厉，而且从落后到领先。 第1局彰化3大有线打出一个逆转的比赛，25比23。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 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现在当上学长，就是希望可以为球队多负一点责任，然后
在学弟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能够当他们的定心丸吧。平安健康完赛，然后比去年更进步。我对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努力打好每一场球，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年我觉得不管是我带领大家，还是大家带领我，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带领各位彼此到最好的成绩。排球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跳高一点，然后球点更高。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的完赛，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今年我们重新再来，然后重新调整，然后重新的把稳定度跟抗压性再提高，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这次回来台湾其实算蛮久违的，所以想要试试看，就是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打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收获？还有跟学妹一起搭配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今年哦，就是健康的完赛，顺顺利利就好。这批的选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重返荣耀。我觉得就是身体最重要了。比赛的话，就是把球队该表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可以回到像之前一样在场上的感觉，因为毕竟有受过伤，但我就是希望可以为队上就是带来更好的表现。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那第一局其实双方在攻击失误的比率差不多哈。那康体这边做的比较好的是拦网的部分。第一局的拦网得分哦，在前半段就拿到了蛮多的分数，但是失误上也掉了比较多的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三大有限，他的攻击并没有拿还有分数，主要是来自于康体自己的失误。对。啊，这就蛮可惜的。康体今年好多比赛都是这样子。对，就是在整个对球的掌握以及球员跟球员之间的掌握，很像比较没有那么明确哦。对，他们攻是攻得进分数，但常常自己会掉一些蛮冤枉的这种球给人家。是，这个就是在第一局，我们看数据上它呈现的就是这样，所以赶快修正哦。对。
哇，直接朝头按下去。哇，这个发球的力道够。对，不过稍微长了一些outside。是很愿意尝试吼。对。其实这个点其实是蛮有威胁性的哦。对，尤其是如果落地是落在这个1号位的哦，其实这样接起来的也不好举。对，没错。好，轮回庄子琳的发球。今天个人的攻击率是11次，成功了5次，4×5。今天康迪在攻击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李源跟雷诺的1-2 punch 搭配的挺好的。对。那真的就是在这个一些稳定。一些关键球连结吧，我觉得他们的连结可能大家要稍微再心连心一点的，对。哇！哎呀，可惜了。其实是一个快攻的机会哦。对。点也是 OK， 只是在搭配上。球不够高，哎呀，哇，这些发的就稍微有点离谱。对呀，一开始球就没有抛很好。对。哇，双方在第2局的一开始发球的问题状况挺多的嘞。好，看哪边先回稳下来。哎呀，发球再挂失误，对。建豪这边的发球失误。双方现在是轮流送分给对手。教练脸上的表情好像有很多故事，但是又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有点无奈。对，因为就是自己发球状况多，但对方也状况没有太好，所以好像也还可以接受。就哪边先回稳了啦。哦，不过要注意哈，现在感觉三大有限在2号位、4号位这2个地方，特别2号这个地方攻击的比重开始增加了。是。好，这边有准备回挡，好攻第2波，往后给。哇，稍微有点可惜哦。对。在第1波这边，其实有看到介廷已经有注意到李源这边的往内切哦，因为其实刚第1局李源打蛮多这种球的。对。但第2颗就有点，第2波就有点可惜的是后排防守站位，我觉得站位 OK， 但是我觉得他的手的面太慢出来了。康迪发球，有点靠网。是让三大这边吞下去，6-4。刚才场边的计分板稍微有点误质啊，重新修正一下，好，所以李源也回头看一下，分数现在是正确的。哇，稍微可惜一点。这其实就有点是反应 OK， 但是错手了。对，如果你是左手勾的话，其实这个球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因为他反手拨、反手勾了，你没办法再延伸出去了。对对对。哇，这个真的是很细啊，梦话看得好细啊。这是我吃饭的工具。对。因为确实以刚才那个角度来看，他左手出去还有延伸的空间，对，但右手已经到顶了，对，而且在下落来讲，左手的机会确实是会比较大，对啊，因为右手一勾，对，转这个面球又往外，但是你左手一勾，至少在场内，是，对。
好，结果这球没有翻过去。想要技巧性的打一个小球，不过造成了失误哦。好，同样3大有限再度请求暂停，这跟第一局的状况一样。第一局也是一开始康体开局开得好，对。但是3大有限在暂停回来过后修正了之后，反而是康体这没有接住招。对。我看一下今天得分哦，雷诺跟李元加起来分数10分。那另外3大有限这边庄子玲跟张廷汉6分4分，差不多。嗯。所以康体他还是像我们说的问题啊，能够攻得进分数哈，但是能不能够延续跟持续？那另外领先的优势也不能太快的就花光。第一局就是领先优势很快就用掉了。没错。一开始9比6领先，从4比6落后开始打起，连拿了5分之后，3大喊暂停。暂停回来之后呢，拉出一波4比1的攻势，这个分数就会回到原点。嗯。然后在后半段，在18比19的时候，被3大一口气连拿了5分，然后就带走比赛。有点危险哦。对。对。雷诺刚对站在那个地方，对。在那边就是只会看戏，对，但是球朝他来，我还是要说不能这样子。还好球先落地。对他修正完应该要做卡瓦的动作，而不是站在那边加油。对，他手已经举起来了。这样子。因为可能就队友打得太漂亮，我很忘记已经在举手要准备要庆祝了。这是一个不对的动作。球员不能在第一排当观众嘛。对对对，身为一个球评，我必须要把这个讲清楚，不能说他这样棒。确实，因为那个地方如果球一过来弹到他，哇。对啊。本来拿到分数就给对方。好球。没有问题哦。庄子玲在第2局应该是第一次这种组织性的进攻啊，手起刀落，打得非常干净利落。对，子玲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她在整个攻击是很有自信的哦，包括是不管是往场内打的重扣，或者是选择直线的 touch out， 甚至是小球。虽然刚刚有一个失误，但我觉得他们今天整体的表现是不错的哦。不过第2局做给他的机会没有太多了。对，不过现在也才前半段，开始渐渐有发挥了。连续上分，7比10。哦，这个会不会是跟第1局的状况很像啊？是，马上追上。好，哇，失误。发球自己送分。对，不要客气了。11比7。李冠伟的发球。发现这个点的攻击效果好，强攻就持续做。对，因为子玲其实也知道他是比较矮小的攻击手哦，所以他都会选择在头顶上来，让球的落点放在自己的头顶上来，去增加一个 touch out 的一个进攻哦。贴网过，打在网带上，还有机会。篮网有注意哦。被盖回来，第2个再攻，哇！第2球打的就很快了。对，今天李元。雷诺整个在攻击上感觉是自信满满哦。不得不说，今天康提这个1-2 punch，其实我觉得配合的算是蛮不错的哈。康提今天的得分不缺哦，攻击火力输出是蛮稳定的。是，就防守的稳定度有时候是要提升。对，防守以及接发球啦，接发球蛮重要的。反倒是3大有限这边的子玲啊、廷汉。表现也都 OK， 但是恩德还没有很完全的表现出来哦。好，9比12，分出来是金耀，庄子玲发球，从场外进到场内，这一步踩进来啊！看一下，这个角度拉得很大。
所以确实这球三大没有什么防守的机会。是。哇，今天这个点如果做出来，其实三大的成功率很高哦。对。搭配的有点混乱，对，有一点不在节奏上哦，对。但其实这样看来哦，其实三大有线这边的大炮得分的几率这么高的话，我觉得在康体这边就要稍微反省一下，因为大炮是一个最常见、最一般的攻击位置，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个拦网的点给做好？是不是在沟通上有问题呢？或者是大家的设定是不一样的？要么就是把直线拦死，斜线放手，不然就是留中洞给后排手，什么等等的都 OK。但是这个部分他们必须还是要先去厘清整个责任的范围怎么去划分哦。不能让大炮的这个攻击这么容易就一次拿到分数。对，尤其是大炮防守好球哦，看这颗反攻。转换之后拿到了分数，是。对，因为通常本来就是在球赛当中哦，假设啊，如果是中间手一直得分的话，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让怎么样阻止中间得分。第一个，你可能就是让中间手接球，甚至是不要让球接到位的情况下，就会减少中间手的进攻等等啊，就是当下要赶快去找出一个方式来破坏他们最常得分的点哦。我都好像在讲故事，因为确实就是大炮或中间手，如果就是很容易可以得到分，会觉得说好，到底有没有在防守那种感觉？对对对，尤其是拦网的第一波，因为拦网也是一个最前线的防守嘛。好，15-12。几波的快攻哦。我觉得是第一个介廷可能给的不够高，再来就是子琳也没有他也没有先起跳，所以我觉得在搭配上就是会有点不是那么顺手哦。对，有点这几波的进攻被抓到了。好，机会来了。目前依旧还是三大有线落后3分的一个状况哦。好，改变节奏放短。哇，这球其实有点这个让康体的防守这边似乎有点出乎于他们的意料。对，因为其实恩德跳起来哦，这颗球要打是有点勉强，不过恩德选择了一个直线的处理球哦。这个处理的 case 其实是蛮少见的，对，很少会这样打。因为他应该也知道，他自己如果硬打的话，其实球很容易就对飞出去哦。找一个洞放进去这个点。对。好，康体这边换人，张家伟上来发球。康体大概在第2局维持大概都是3分5分的领先呢。哇，这次的配合，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救。危险，危险，危险！必须要跨栏了，要跳跃教育部体育署教育部体育署，他必须要飞越教育部体育署才有机会救到这一球。怎么觉得每次都是教育部体育署的板子被打到？上次好像也是，每一次都是。因为那个点特别容易啊。对，没有他摆在哪，那个点就特别容易。毕竟知道自己家里的招牌不能跳。其实康迪第2局稳稳打，其实是蛮有机会的。
对。往前这次的配合非常的成功。雷诺砍进分数，李冠伟发球，18比15。轻挑，哇，稍微防守有点可惜哦。适时的改变一下节奏啊，从高点把这个球往网子的对面去拨。同样的，好，这次又救回来，正面修正球打得比较长了。对，哇，这几个 play 其实对康体会蛮重要的哦。对。排球的球迷，其实女性的观众不少哦。对对对。挑战拦网触球，以前来找我拍照，我觉得也是女生偏多哎。现在还是啊，现在看到也很多是女性的球迷观众来找梦话拍照。梦话今天在第一场比赛的挑战有成功过吗？有失败也有成功，都有，其实都有。不过真的也偏少一些些。今天在第2场、第3场男子组的挑战，其实都目前是没有成功过的。大概都是要稍微拖延战术的一个用法。好，再要回球权，19比17。好，这几波的接发球对三大有线是特别重要。哇，找到哇！是，我看到就觉得不妙了。其实这个拦网，这个攻击搭配哦，是很好的哦，都已经有顺利的骗到康体这边的拦网哦。执行啦，最后的执行上面。对，就看看这颗有没有可能长线的压在底线呢？因为前面的这个接球过度，然后还往前，就感觉这个分数有机会要拿到了。尤其是在对方的康体这边的拦网哦，确实是有被骗到的。对。哇，但最后在扣手的这一颗哦，处理的并没有执行的没有太好，对，比较可惜。想要走底线。对。好，但这个挑战其实对三大有线是必须的了哈。看看回放，确实是一个界外球，差的蛮多的。对，其实这也算是一个不应该失误的失误哦。对，这是非隐形失误哈。对，已经骗到了拦网，前排是没有拦网的状况下，是一个必须要得分的情况。就要你扣下板机就会打拖把，对，那种感觉。哇，接发球是。沟通上面有点状况。对。哇，那在这个第2局看起来康体很有机会啊。是。其实在这几颗的失误哦，一定会严重的影响到彰化三大有线这边的气势哦。好，三大有线这边请求暂停。那最近的这几分哦。康体在从17分之后啊，分差呢是6比3哦。在最焦灼的时候呢，大概就是16、17、18分的时候，康体一度18比17，只有领先1分哦。最近的这3分对康体太重要了。对。三大有线自己先是攻击上的失误，接发球上又没有沟通的太好。对。发生在这种局末比较不应该发生的时候。对。21-17。
好，重新组织，这边早有准备。chance ball。哦，再攻第2手。对，大家都知道有点可惜哦，因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得分点哦。不过在举球跟攻击手这边搭配有一点失误哦。哇，在局末差到3分，就会觉得蛮巨大的。对。林阳成在上啊，其实，在第1局的局尾啊，康体也做了蛮多的调度。嗯，这个发球很有威胁性啊！快攻救回来，还有先过网，啊，没有吊好，比较可惜。对。23比18。哇，好久在往前呢，没有扣进分数了。对，在恩德这边的拦网哦，应该是没有注意到李元有先继续打一个 A2 的动作，因为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判断到的话，在外侧这个恩德应该会去推一下中间手的拦网者，叫他去注意 A2， 我来注意这个快攻手。局末点。如果算上我们这样比赛的第1局哦，其实最近的3场比赛交手连续下来，3大面对康体连拿了5局啊。嗯。出现了局末点，不过还有机会。对。在康体刚刚最后的这一波，其实也都没有讨论清楚，在一开始的这个 chance ball 就有一点危险哦。好，3分差。好，所以在第2局的台北康体是扳回了1城。25比21，也终止了最近双方3度交手啊。康体目前的局数呢是5比0，所以这场比赛呢双方2局打完，双方形成了1比1平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现在当上学长，就是希望可以为球队多负一点责任，然后在学弟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能够当他们的定心丸吧。平安健康完赛，然后比去年更进步。我对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努力打好每一场球，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年我觉得不管是我带领大家，还是大家带领我，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带领各位彼此到最好的成绩。排球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跳高一点，然后球点更高。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的完赛，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今年我们重新再来，然后重新调整，然后重新的把稳定度跟抗压性再提高，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这次回来台湾其实算蛮久违的，所以想要试试看，就是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打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还有跟学妹一起搭配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今年就是健康的完赛，顺顺利利就好。这批的选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重返荣耀。我觉得就是身体最重要了。比赛的话，就是把球队该表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可以回到像之前一样在场上的感觉，因为毕竟有受过伤，但我就是希望可以为队上就是带来更好的表现。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好，我们看第2局的数据，两边的攻击成功率其实拦网得分都差不多，失误次数也没有相差太多。不过康提在第2局的一开始失误的部分蛮多的，可是呢，在后半段康提的成功的攻击的把握度高。三大有线在攻击的失误部分，我们记不记得有1、2球其实整个都开网，就一打到底线出界。对对对。其实那个球其实感觉上是第2局彰化在这个三大有线攻击上的一个缩影哦，所以你看这个分数上面上分的速度来得不够那么连贯，所以。简单说，第2局在整个稳定度上、攻守上面，康提确实表现的是比较好。对，不过不得要提醒的一点是哦，其实两队的自己失误的这个部分哦，是要两队都要对，两队都一样多。那其实已经打到7连的已经尾端哦，那大家对于整个团队的默契啊，其实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这种自己的失误的情况发生哦。我三大有线非常需要这一胜哦。近期在过年前哦，三大有线的状况没有太好，吞下了4连败。对。看过年之后，魁会不会好一点？
好，在第3局，首先还是三大有限的发球球来了，哇，天哪！哎呀，真的天哪！竟然落地形成3不管地带的安打。这个我觉得啦，这也是要认真的正视一下这个失误吧，就感觉是比较没有在线上的哦。哇，这个蛮少见的。现在其实反而换成三大有限，在这个防守上面，在正面的防守其实并没有能够太有效封住对方的得分了。嗯，雷诺后排的子琳，好，刚才的失误就过去了，赶快专注在下一颗。是。像以前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像这样子的那种往上球这样直接落地吼，哇，直接在。哎，教练会怎么样？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先让你打一波打到吐吧，就是一直丢啊，就是要让你知道说这样是完全不能发生的一个失误了，就是要警惕你啦，对。会比如说一直罚跑啊，一直罚跑球场这样子吗？就是会让你一直打到就是会软脚那样子，你就会记得这个错误，你就不会再犯了。我觉得人是被逼出来的啦，对，那也是被这样子警惕出来的啊。我觉得很多都是必须要去做这样子的处罚，或者是这样子的有效的训练，你才能够汲取这个教训哦。要传达那个讯息。对对对，并不是有时候骂几句就会记得哦。就 sending message， 送出那个讯息。对。好，其实赶快从攻击找回手感啊。有的球队呢是防守带动进攻哦，对。但这两队很明显是有进攻，攻得进的，防守其实就可以守得住。对。陈恩德接得也很惊险啊！哎呀，对，这个单手举球应该会造成持球的状况。嗯。陈恩德发球，今天其实康体在2号位的攻击的效果没有太好哦。对，结果反而是三大呢，一转眼啊，一转边转换边之后，在4号这个地方是有发挥的。是。因为今天康体在整个4号位哦，也不是4号位在得分主要，反而是4号位这边切进来的打一个我们以前会叫6号了，但确实是在切动攻击来得分的主要重点哦。像李源的切动以及雷诺的切动，都是今天整个康体的主要攻击得分点哦。对，虽然康体是打了一个 touch out， 不过在彰化三大有限提出了一个足部犯规，看后排有没有踩线。挑战上路为后排攻击踩线。通常会挑战后排踩线，这个像这种这种挑战是，会教练团或球员比较有可能会注意到。都有，像球队就一定会有莫名其妙的一个人。我们以前有一个球队就是专门看这个，而且他对于轮转位也相当清晰啊，对，所以他都会说他轮转错了，然后就真的错了。我们都要非常相信这种人，你知道吗？不过这一颗看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哦，对，差蛮多的。对。所以这个人的眼力还要很好，对，视力，因为你看这么远，视力要很好。线也就这么一条而已，对不对？
4号位的攻击。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哦，不是说从后排这个逐步犯规踩线不能够挑战，是因为通常就是主审或是他们其实也会注意到啦，因为他在那个角度他有一个高度在，他比较看得到。对。那以我们一般的球员选手，就算是对面，你作为这个对家哈，你是敌对的，他一快过去是平面，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对。所以其实不太看到容易就是挑战这个东西。对，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判断攻击手的距离以及出手来去判断，决定说他到底有没有踩线。就从他起跳的距离来讲，他要那样跳，应该不可能不踩到。没错。就是要这样子挑战，都是会有一些依据的。好，康体这个时候把分数压过去喽，连拿了4分，7比6。其实突然想到林胜恩好像好一阵子没有加入攻击的行列喽。对，在整个第2局的后半段几乎都没有看到他的发挥。8比7，哦，这2队打起来都还是蛮纠缠的。好挡，4号位发动攻击跳进场内。子琳今天在整个攻击，不管是前后排哦，我觉得他的掌握度真的相当很高哎。对，因为其实他在攻击上确实会比较辛苦，比较矮小，所以你在拦网要去突破，确实是需要再去多用心的去思考，说他的得分点该怎么去得分哦。那我觉得他今天的掌握度一定是有不错的一个自信啦，他才能够这样一直得分哦。好，8比8。哇，2队在每一局啊，1、2、3局的中段，其实都会有一波纠缠。2队在今年的整体的战绩并不太理想啊，所以当然有不同的原因了。哇，接发球出现了一些默契上的失误哦。发的位置其实并没有特别刁钻啊，但是感觉自己是空间没有交代清楚。对。这次选择加压，发的比较长了，后排出界。好，康迪得分之后轮转，让李冠伟来发球，先担任举球员。两边现在就是对峙啊。庄子麟今天也得到12分了。空中啊，往这个上手去打，把角度往上抬。又能够成功的拦到雷诺发球，11比11。 反倒是第3局就比较没有一开始的落差哦，像在第1、第2局，其实双方都还有3分的差距。那现在目前第3局都是比较像是，也都是1分1分的落差而已哦。
那这种时候要特别注意。往往这种拉锯的时候，又是比较年轻的球队哦，可能这种1、2个关键的 play 就会让整个气势有所转换。对。不过以前我们记得我们在发球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特别强调说，你可以很大力的发球，发底线的出界，这种失误其实是可以容忍的。是。但是如果你是挂网的发球失误，是比较教练不希望发生的啦，因为你长线的失误其实也会造成对方可能一个判断失误，他还是有机会去做一个接发球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以前都就尽量会说，尽量不要让球挂网的失误。你发强击球往底线走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哦。而你挂网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机会，完全没有机会。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前2局双方各拿1局哦。对。第3局就往往是兵家必争了。是。双方这种9比9之后啊，是你1球我1球，分数就一直互换领先，一直纠缠。张廷翰。还有，对，子琳这边很聪明的往touch out去拨哦。防守要拦网的球员已经有准备了。反而在这一局率先喊出暂停的是台北康体。在今天呢，总得分的前3名呢，雷诺特别林胜恩在这一节算是急起直追。3大好线庄子琳跟张廷翰呢，合得了25分。看一下，不然就是你出来一点，然后变成让林阳成来顶哦，然后或者是你故意要，你就把直线包死，不要被人家扫出去，然后让他去打直线，然后再抓单，好不好？哦，来，一样看到都有，来一颗过来，在暂停的时刻哦，在场边的教练也提醒了选手，在拦网的基本的行该怎么做，还是先稍做了点提醒哦。对，可是拦网在第1局之后，双方的发挥就不多了。暂停过后，彰化3大有些职员发球失误哦。倒是康体在这几波抱歉，3大有线在这几波的防守啊，其实看起来在第一线的准备比较没有那么多。康体在这几波的轮转上面尝试了好几个不同的进攻点。对，因为该怎么说？因为其实现在彰化3大有线这边拦网的前排确实是子琳以及介廷哦。也不要说他们没有准备，只是他们的身高的部分就确实是比较稍微差强人意一点哦。对，其实像这样隔网的运动哦，说没有身高你可以靠技巧赢，但是有隔网这种运动，还是到前排还是很吃身高的哦。有的话那更好。对对对，有的话会更好哦。当然，矮小球员有矮小球员的拦法，甚至是打法，但是有隔网还是有差。雷阳成发球发得很平哦，庄子琳
先攻第一个哇，三大有线这边稍微放松了一些哦，来得很快啦。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整个视觉要跟着球哦。不得不说，其实整个下半季还有包含在这一场，发现康提的这个稳定下来之后，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不好对打的一个劲旅。对，球员的本身的天分条件其实都有。对。彰化三大有线在近期几乎没有得分哦，就靠攻击。庄子麟单刀曾经有靠近过1分。康提最近都是拦网这就跟第一局发生的状况有点像。对，已经会有连击的状况发生哦。哇，被抓到了，不过在正面呢，还是去打手指找这个点去做攻击，打手掌心。对，所以形成了一个 touch out。Chance ball。给这点的隐蔽性真的是还蛮高的对，尤其是举一个2号位的快攻球，不是真的快攻，但是这个球真的球速很快哦。对。再给李源的左手，不是，不好意思，更正是雷诺的左手来去做出手哦。哇，这几波棋反而是打得很聪明很快。对，搭配上有一点点失误啦。是。对，稍微太低了，才在往上一点点而已。这感觉上有点就是见招拆招。对。这洪胜的处理球也是很好哦。哇，这一分可能会是这个第3局的关键哦。对，多次的来回都有机会。没错，而且其实在现场看得蛮出来，就是现在台北康体哦，整个是士气对，打得很放，打嗨了。对，打嗨不是说放松，就是打得很有整个自己的节奏。对，其实年轻的球队其实最怕这样。对。就是说年轻球队当他们打嗨，他们信心来的时候，你很难去限制他。对。反正是三大现在有点打得比较保守，稍微闷了一点。雷诺在第3局的表现哦，特别是非常的抢眼。对。
确实哦，其实打球也不是说要太严肃，只是你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欢乐的气氛，有点让选手跟选手之间的心情稍微可以做一点调整啊，我觉得这也蛮重要，不然你都一直太紧绷，你反而会有不好的失误哦。哦，所以是三大有限这边换人了，是让钟炳化上来发球啊，只有3分的差距，不过这也快要到接近局末点了。哇，这球没有接好，防守没问题哦，修正给应该是有触网哦，对。两边下来都在擒住。对，我想说，我第一拍是看到恩德有触网。对，很明显哈。对对对。6号下，8号郑胜瑞上。重要的一发。哇，还有。但是对，确实一定会有一点2级的状况。对，听声音刚刚有点没那么清脆哦。对，动作来讲也会被吹2次击球哦，连击啦，对，连击。3号下，19号郭宗子上。第一个攻击被拦回去，第2个攻击找到点了，空档扣进分数之后又停牌了。第2局的局点，铁网过，打在网袋上。哇，这球重锤过网，是再一个手起刀落，这也结束了第3局。率先听牌的是台北康体，在前面的3局当中取得2比1领先。本场比赛结束。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今年我们重新再来，然后重新调整，然后重新的把稳定度跟抗压性再提高，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这次回来台湾其实算蛮久违的，所以想要试试看，就是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打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还有跟学妹一起搭配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今年哦，就是健康的完赛，顺顺利利就好。
这批的选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重返荣耀。我觉得就是身体最重要了。比赛的话，就是把球队该表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可以回到像之前一样在场上的感觉，因为毕竟有受过伤，但我就是希望可以为队上就是带来更好的表现。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现在当上学长，就是希望可以为球队多负一点责任，然后在学弟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能够当他们的定心丸吧。平安健康完赛，然后比去年更进步。我对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努力打好每一场球，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年我觉得不管是我带领大家，还是大家带领我，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带领各位彼此到最好的成绩。排球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跳高一点，然后球点更高。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的完赛，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在第3局，你看康迪的攻击失误比率哈，攻击的分数跟失误的分数，哇，第3局的攻击的稳定度很高。那在发球的部分，三大有限，第3局的发球状况就比较多，也送给比较多，双方比较多的失误，所以在第3局就开始双方有互换领先，康迪大概在分数上维持大概始终是3到5分的差距，那拿下了第3局。攻击的得分反而是彰化三大有限还多一些些，但是因为攻击上面主动发生的失误其实也比较多，而且呢，看到第3局只有庄子琳在三大有限这边算是一枝独秀，撑起了攻击的分数。对，确实哦，其实，在前3局，现在目前第4局啊，在康体危险，吓死我了，对不起，我觉得太可怕了，这种2个人撞在一起，而且是在起跳的时候撞在一起，我看都非常紧张。对我刚刚要说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打，我看都还是很紧张，好可怕。大家就是真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对，其实运动伤害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就是还是要特别小心哦。哇，像这种空中的连续追撞车祸很少见哦。对，一直骑上去这样。对，下一个我都忘记我要讲什么。
哇，事实上康体在今天第一局的开局没有开得太好，对，2、3局反而是表现得比较稳定。好，要来挑战踩线了，逐步犯规吗？觉得男生哦，感觉就是真的比较男汉子嘛，因为像我就觉得刚刚的撞在一起，我觉得很紧张，我是笑不出来的，很可怕。不然我觉得他们还脑神在的。这个年轻的球员可能搞不好觉得很有趣、很好玩这样。啊，又是一次挑战，攻击线没有踩到，2次挑战都失败。对。教练会不会怀疑说你到底是不是重放刚刚那一颗？没有，这次差了更多。今年康体哦，目前的2胜，那2胜呢，先前是曾经击败过云林美金农，上半季的时候，一开季的时候吞下了8连败还9连败，然后后来呢是在11月24号是击败了云林美金农，3比1拿下赛季的第1胜。那第2胜则是在年前呢，到了2025之后，面对桃园台产呢，是5局大战3比2击败了台产，就是今年康体拿的唯2的胜利。反而是面对3大，今年哦，先前吞了3连败，有机会将比赛讨回1城。哇，这个快攻被猜到了。要阻止快攻，常常哦，就是只能够在路线上的选择，先预判对方的企图哦。对。所以起跳这个球一出去之后哦，其实就不容易了。对。哇，康体现在在分数上面是遥遥领先呢。这球在界内哦。平推，2号位的攻击还有机会往回救，后排中路，在同样位置再攻一球，连续挡了2个，换边攻，哇，有点靠网，还有，哇，这一波3大防守是前仆后继，不过给了康体的chance，第3次的哇，好不容易啊，对，2号位的攻击连攻了3手。就选择直线了，5比2。哇，这个就像我们刚才在第2局、第3局讲的。3大其实，在今天2边的位置，4号跟2号位的，特别4号位的得分哦，这个没有像康体来的这么连贯。哦，李元这样比赛得到14分了，攻击成功率是48%。这个在界停，我觉得界停这样子的一个举球手法，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哦。虽然说这个球有点靠网，不过他还是可以运用他的核心以及他的发力点来去做一个八股的一个修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技巧哦。
其实现在康体的那个气势上来，三大这边可以怎么去挽回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今天或许因为今天子琳的得分率很高，那我觉得他可以再多做一点，带动球队士气的一个角色，来让球队的整个活跃度再高一点哦。 会比较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的。那我觉得康体今天其实看得蛮清楚的，他们现在队友跟队友之间其实都是会互相笑的，会互相做沟通，或者互相做提醒的。我就觉得说他们今天整个球队的氛围是很好的哦。这个 lucky serve 运气不错，打在网带上。对，没有沟通好哦。 洪生跟雷诺这边的接球要稍微再注意一下哦。发球一个直线的鳌赛，玉林。 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说的，两队真的还是要从进攻来带动防守。对。不过我觉得讲到庄子琳这个点哦，像刚才梦话就说可能这个可以带动全队的进攻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有2种不同的说法，就是庄子琳这个点今天攻得很顺，所以应该从他这个点多做球给他打，让他再多拿点分数，把这个分数先要下来，从这个点做突破，还是说？ 他今天攻得很顺，从他做诱饵，然后分散给不同的队友，让全队参与进攻。其实2个都可以，但是是不一样的做法。对，博林哥这边讲了2个重点，我觉得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还有第3点，就是他打完球是否可以有一点比较振奋人心的动作，甚至是欢呼，来去带动自己身边的队友，我觉得很重要。他打完就。 酷酷的这样转身就这样走一圈，但我觉得更好的动作是你可以把大家围在一起，然后把整个士气给扣起来。我觉得球队就必须还是要有这样的角色跳出来哦。要嗨咖。对，要嗨咖。嗨咖真的很重要。好重要哦。团队运动，任何团队运动一定都要1、2个这样的组成的人。真的要几个E人来帮忙，对，增加一下气氛。现在流行话就是 E人。对。 就他不一定需要是球技最好的那一个。没错，只要你肯出声呐，哪怕是虽然你可能失误，但是你肯讲话，你肯让这个球赛是有声音的、有连结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哦，他今天得分成功率很高哦。是，所以我才觉得可以从他这边的点来去开启哦，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好，第一次进攻被盖坏，哎呀！ 打在标杆上，对。康体11比8。选择了一个小球的发球哦，我救的其实蛮惊险的。对，这边还有。不得不说，今天康体在整个攻击上的效率跟连接度真的是不错哦。对，有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哦。对，那主攻不论是李源跟林胜恩轮流上。对。那另外还有像我们讲雷诺，对。整个攻势都是很有企图心的，对，你会感觉到他从助跑开始到整个出手都是自信满满的去攻击哦。哇，你看，其实，在扣掉李源跟庄子琳的得分哦，雷诺对比陈恩德，林正恩对比张庭翰，这个落差其实就出来了。没错。哦，尤其现在康体把分数哦，这局数领先。那第4局现在又有4分的差距。
对，整个士气都是往康体这边一面倒的、哦。然后又持续的发球。廖和珍发球之后回到他原来的站位，在5号这个位置，他觉得有机会，但队友过来安慰他没关系。哇，没问题耶！是今天其实少见的康体这边出现了快攻哦。对，尤其是举出去再到得分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很像是有掌握到彼此的一种默契感哦。对对。在进攻上是没有在球的最高点去处理哦，反而球掉下，因为这种开网的修正球，球很高，那它掉下来的速度也会很快。所以我觉得大炮手，很重要是要很会抓这个修正球的击球落点哦。也知道说会打到这个点来了哦，对，也布防了，但是没办法。陈恩的发球，小球。两队在整个第4局啊发球上面的状况其实就比较少了。对。但现在就是变成接发球能不能够创造机会给攻击手了。这边再选择扣扳机。哦，就蛮敢打的哈，都很有信心。当然，因为其实在，几位主要的攻击得分哦，我相信每个人都是非常想要得分欲的啦。更何况现在台北康体的整个士气是很好的、哦，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不会选择去，打比较弱势的处理球，甚至去逃避处理球。我觉得他们现在一定都是很勇敢的、很有自信的去面对。是，你看有几个感觉攻击机会好像其实没有这么好哦，但都还是蛮勇敢的去做处理。对。哇，是有点混乱。哇，这个状况是3大这边反而是自乱阵脚啊。对。康体这边其实在前面的处理上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结果3大这边。好像没错，刚刚真的是乱成一锅粥。但好像就有点是怎么打怎么顺，怎么打怎么得分、哦，有一点这种感觉。对，有一点这种感觉。即便乱喽，还是可以得分。就这个魁在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是那么好机会。对，失误都变成分数。对。就真的还是反衬到，3大有线这边的状况是比较低迷一点的哦。哇，康体这边不论是接发球后或者防守后转换的进攻，都比3大有线来的更高的成功率哈，特别是防守后的进攻，52.8、48，然后对比这个分数是19比12，哇，这个差了。攻击率的转换之后的成功率没有差到这么多，但是以量来讲。表示康体手下更多防守的进攻，并且把它变成了分数。没错，其实这个在第4局，就这一局哦，就更为明显。需要先来一颗重炮，提振一下士气，不然现在已经到了第4局的中后段。
体这边想要提出挑战，拦网触球。好吧，这个时候再度来挑战看看，会不会成为今天男子组的第一个挑战成功呢？分数上是稍微有点落差。是。双方先前有过3度的交手啊，总共打了13局，3大拿下了9局。前一次交手，3大实际上是直落3击败了台北康体。不过前2次呢，说来有趣，前2次交手其实都是康体先拿下第1局，但最后在3战2胜当中，其实都输给到后面的就被3大都给急起直追，反而是输掉了比赛，还是没有挑战成功啊。13比17，三大的发球。场地上应该是可能需要做一些清洁。对。应该有汗水。对，因为其实如果场地上有一些湿湿的状态的话，其实都蛮危险的哦。13、17。完全，今天真的康体在走这个切动的部分，得分率基本上都是有90%以上哦。而且这球打得非常有气势啊！对，哇，很凶哎、哦，就怕哎、这球。不过会不会觉得今天好像3大要得分都这个蛮困难的？对，尤其是我觉得大家今天在表情上也比较凝重一点哦。对，哇，介廷今天得1分而已哦。有这个拦网，看可不可以带动一下彰化3大有限的士气哦。是，没错。对，但我觉得很像还不够愉快，因为2个拦到也没有稍微振臂的那种动作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场上的气氛真的也是会感染着观众哦，包括我啦，其实我也很看气氛的一个人。对，没错。3大有限至少在近期哦，分数是有把差距给缩小、追近。来接把球啊，接把球。前面3一个0-2，然后后面30-0，还有对0-0都不到的。哦，来哦，从球开始。哦，不用让3个先要跳发，他下比较多，3个就接。他就知道往哪里去了。哦，不要飞了。3大有限在第4局已经没有任何的暂停了。分数还是只有庄子霖一枝独秀。还是需要队友给予多一点火力的支援呢。对。3分差其实不多了。3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士气却有差。哦、对，确实。对。3大好在2、3局一直要追，但是有时候这个快追近的那一口气是压不过去。对，有时候就会有自己的失误啊等等的。然后很快的把这个球权还了回去，然后又失分，这个是比较伤的。哇，这一球拨得很巧啊！雷诺今天的成功率也有64%哈。哇，这跟今天2个主攻手。好，其实还有机会了啊！没错，往上球，哎，
对，因为在康体这边的举球员是后排哦，所以他如果去处理这个往上球，确实是会有犯规的状况。这一波乱流能够掌握住吗？就看看这一个反攻，哇，还自己失误啊！有，应该是前排有 touch， 打得比较危险一点哦。第一拍没有攻进，看第2波，没有问题、哦。改变了一下打法哦。6号下，8号正上对上。只有1分的差距哦，这分非常重要。哇，这么一来，3大的机会来喽。对，在这个搭配上是有一点失误的哦。是，往后给，其实有点给过头了吗？对，是给是属于可以右撇子打的一个球路哦。但是圣恩这边他是左撇子的，最后要弓着身子去处理这一球，当然这个角度跟力量就不会太理想了。对。博弈上，李冠伟下20-20平。哇！就在这种关键时刻，是一个要命的失误哦。也打了一个奥赛，天哪！对，这2个都是很要命的失误哦。真的，好多比赛都是这样哦，一路追赶，追成了平手。对，那1分，那个球权就是没办法去压过去。没错。你再压过去，这个比赛或许就不同。没错。那这个时候对3大有线来说还是先守。哇，这个球一接喷掉了，哇！只能去做修正，哎呦，救回来。康体的反攻，要 save 补哦。对，第一拍虽然是线神举起了鳌赛的旗子哦，不过在主审这边是站在高处可以看到相当精准的一个 save 哦，所以是判给了台北康体。本来康体这边已经要挑战，对对对，框框都准备要画出来。对，蛮明显的哦。嗯。touch out。看一下，哇！确实是一个打手的touch out进攻。对。也只有差2分，被盖回来。
都还很难说哦，因为这几颗感觉山大有限又有点活过来了。对，因为是介廷去拦到，所以大家其实都还蛮开心的。一样发给你啊，一样先接。啊，注意射啊，球你的哦。那种越举越开的那个趋势哦，要注意一下。好哦，没有那么好拦呐，哦，没有那么好拦，全来继续打。对啊，相信我们的攻击手就好了，起来，一个没过就分了哦。等一下没过，来，如果没过，还有看打公鱼，李阳成喊，好，两队其实都没有暂停的次数了。我们看在攻击方面呢，李源跟雷诺的 1-2 punch 啊，再加上今天的攻击点，康体这边是相对比较广，而且也敢打。不，三大有限在第4局追，其实还是很有机会哦。是。很巧妙的拨了一个大脚。好了，赛末点出现了。三大有限要过2关呢。发球，看这一波的拦网，好，先救一点。是，我刚刚说过2关了，先过了第1关，但至少现在是可以自己掌握发球。没错，发球非常的重要哦。你要选择呛死呢，还是要选择用力发呢？哇，这个好问题耶。对，这跟吃晚餐要选择吃什么一样重要。我可能会用力发，一定要用力发，其实真的要用力发啦。对，不然发呛子出去也是1分呢。好，所以最后呢，康体是输1追3。哦，比较可惜的是，三大有限虽然在第1局的开局非常成功啊，不过康体呢在2、3、4局是连下3城，而且分数其实算是都打得蛮靠近的，特别在第2局、第3局都是25比21，在第4局呢是25比23。所以今天其实，在关键分上面的处理，康体特别是在后半段也顶住压力，这一点是确实这几次跟三大交手表现最好的一次。是。现在当上学长，就是希望可以为球队多负一点责任，然后在学弟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能够当他们的定心丸吧。平安健康完赛，然后比去年更进步。我对自己的目标的话，就是努力打好每一场球，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今年我觉得不管是我带领大家，还是大家带领我，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扶持，带领各位彼此到最好的成绩。排球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跳高一点，然后球点更高。希望我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的完赛，然后再来就是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今年我们重新再来，然后重新调整，然后重新的把稳定度跟抗压性再提高，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这次回来台湾其实算蛮久违的，所以想要试试看，就是自己在外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回来台湾打的感觉，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还有跟学妹一起搭配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今年就是健康的完赛，顺顺利利就好。这批的选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重返荣耀。我觉得就是身体最重要了。比赛的话，就是把球队该表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可以回到像之前一样在场上的感觉，因为毕竟有受过伤，但我就是希望可以为队上就是带来更好的表现。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赛后访问呢，我们恭喜台北康体在今年呢面对三大，也是赛季最后一次对阵呢，拿下今年的这个首胜呢。因为前面3次交手蛮可惜的，2次打到第5局，然后就输给了对方。不过其实上一次交手已经是12月15号了，有点久，2个月前。我们请教练谈一下，说这个2个月来有哪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比赛赢球，觉得哪些地方是表现比较好的？其实我们雷诺因为开幕战就受伤了，其实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战力的损失。那时候跟那个三大打了2场5局，就是靠李源一人撑着，那其实还是战力会被锁定。那最后雷诺他回归，其实他过年后这段时间其实状况回来的还蛮，在比受伤之前还回来差不多7、8成啊。我觉得他今年应该会蛮有成长性的，可惜那个受伤是还蛮关键的。好，那我们请雷诺谈一下好了，就是这个，因为刚刚问了一下，说回来就是回归的第3场比赛嘛，中间其实刚好经过过年，就状况调整之后休息再拉起来，其实对选手来讲不是那么容易。那谈一下就是在这个过年期间，然后做了哪些准备，然后这样比赛自己的手感如何？过年期间就是基本上很常在练修正球的攻击，因为我们球队比较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状况要去处理修正球，所以我们就会练很多修正球，要打拦网的踏吉奥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处理球，然后也可以得分，不一定要强控，有时候手腕的变现就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然后自己这一场的状况，我觉得可以有6、7成吧。
基本上我觉得会打得比较顺，是因为这场我们很多接发球好球的时候就一直在切动，让对面就是不会一直单调的就只是在跟着固定的模式，所以就打得还不错。那我觉得这个除了雷诺之外，我们可以李源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赛球队的这个气氛其实蛮好的哈。因为我看到其实先前好几场比赛，你们可能在拉锯的时候，就那口气盯不过去啊，这平手的时候可能就被对方追上，或者是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分数给持续的保持领先。但我感觉好像雷诺回到阵中之后，跟你们搭配，我觉得这个比赛会比较灵活，而且好像大家打起来比较嗨，是这样有这样感觉吗？对啊，因为就是雷诺回来的话，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的攻击的压力就可以稍的，之前减轻了很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攻击上又更灵活一点，所以对方可能拦网也不太好抓，这样子就是不太会说固定的一个点，就是好像火力都集中在我身上这样，所以我觉得雷诺算是比较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球队上。好，那我们呢也恭喜台北康体呢拿下算是今年赛季第3胜了，这个球季快结束了。不过在今年呢，这个至少在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重要的球员回到阵中，那有一个比较好的搭配跟磨合。那我们也期待最后下一周的比赛持续好的发挥。好，那我们也谢谢台北康体。好的，非常恭喜台北康体哦，拿下了本场胜利哦。那其实我觉得在彰化三大有线这边比较可惜的是，他们有很好的攻击手、很好的中间手，甚至包括今天的子玲哦，发挥的是相当好的。但我觉得可惜的是，我觉得他们今天的氛围感以及气氛哦，是比较没有来的康体的这么的好哦。那今天康体有一个很棒的表现，就是其实他们今天球员每一个人的表现是都会互相连结的，你会知道他们是很沉浸在这个球赛里面，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然后不管是对于每一个好的跟不好的，都是会去做一个沟通哦。那再来就是刚刚其实，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哦，有提到雷诺，那确实哦，他今天的这个跳出来的攻击，我觉得对整个球队的得分点，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哦。对，其实你看刚才我们看最后的这个图表，两边的整场得分其实差距没有太大哦，58分跟56分，所以照理说不应该会是这个直落3。但是在整个关键分上，今天确实康体在后半段的掌握度跟把握度，真的是跟前几场比赛差距是蛮大的。对，其实我觉得数据上是比较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比较活跃面的那一面，就是大家两边的气氛，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是当球员的时候，我觉得我很 care 球队气氛这个部分哦。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赛事呢，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看一下明天在周日2月16号，同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的3场赛事。那从1点开始打起。首先呢是地主球队女子组高雄台电面对台北金华1点钟。那在接下来2场比赛呢，3点钟是台北康体面对桃园台湾产检。那另外呢，则是屏东台电地主球队压轴呢要面对三大有线。这是我们在明天周日的赛事。好，那今天呢，周67排20年的赛事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所有球迷的收看以及陪伴。我是孟林，跟我们的球迷杨曼化向您说声晚安，晚安，拜拜。